为什么每天努力走上10000步，血糖不降反升？走路不是公认的好运动吗？怎么反而可能让血糖升高呢？这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无效运动的真相？难道我们一直以来都走错了方向吗？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揭开无效运动的秘密，同时告诉大家餐后2分钟如何精准开启身体的吸糖开关，重新掌控自己的血糖。首先，一天10000步的神机数字可谓家喻户晓，许多人的手环、手机都设有这个目标。每晚饭后硬是出门绕着社区多走几圈，或者上班时特地把车停远一点，只为了凑满每日的10000步。一天走满10000步，仿佛成了健康人的象征。然而，您可能不知道，每日10000步这个口号最初并非医学权威制定的标准，而是源自半个多世纪前的一场市场行销。早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某公司推出了一款名为万步计的计步器。当年正值东京奥运热潮，厂商为了推广这款新产品，喊出了每天走10000步的口号。日文中万字的字形很像一个人在走路，这个巧妙又朗朗上口的数字目标迅速走红。自此之后，日行10000步的观念广泛流传，被许多人奉为圭臬。然而，它的起源只是行销，并没有严谨科学依据支撑这个数字。听到这里，你是否感到惊讶？难怪有专家直言，每日走10000步长保健康，更多是个迷思而非定律。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该重新审视自己的运动方式，思考什么才是真正有效的控糖运动？事实上，科学家们近年来一直在探究每天到底要走多少步才能带来显著的健康益处。他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健康益处的提升并非无限线性增长，在某个步数附近会趋于平缓。有研究指出，每天走到7500步左右，对某些族群，例如中老年女性的健康注意就接近饱和。再往上增加到10000步，并没有明显额外好处。当然，也有研究发现，走到10000步甚至更多，益处仍然持续增加，只是不如前面那么明显。尽管如此，公共卫生讯息和许多穿戴装置还是热衷宣传10000这个5位数目标，导致大家一窝蜂的追求步数，仿佛步数就是健康的唯一指标。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运动的质量与方式同样重要。就算同样是10000步，快走与慢走带来的效果可能天差地远。他的研究显示，步行时的步频每分钟步数会影响运动效果，即使总步数相同，用力快走的心肺收益比散漫慢走要高出许多。换句话说，你不一定要跑步跑到满头大汗，但若能让步伐再有劲一点，速度再快一点，你的身体会收到更多好处。如果我们每天只是悠哉的凑步数，身体其实很快就适应了这样的强度。时间一久，每天10000步也许变成了一种无效运动，数字很漂亮，身体却不再有明显的进步。这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讽刺呢？可这正是运动科学给我们的提醒，不要只盯着数字，还要关注运动方式与时机。现在让我们聚焦回血糖这个主题。许多第2型糖尿病患者或血糖偏高的人，常常被医师建议要多运动、常散步。走路当然是一种很好的运动，但如果方法不对，再好的运动也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出现开头说的那种怪事，天天健走，血糖却降不下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原来控制血糖最关键的2件事，就是民间常说的开源节流。一方面吃得巧，别让血糖来源过量；另一方面动得好，让身体有效消耗血糖。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发电厂，进食后血液中涌现大量燃料，葡萄糖需要运送到各细胞去产能。如果吃进太多，动得太少，多余的燃料没地方去，只好转化成脂肪囤积起来。同时，长期的高血糖还会让胰岛素这把燃料钥匙失灵，身体细胞对胰岛素不敏感，怎么催都开不了门，结果燃料卡在血管里，越积越多。这就是胰岛素阻抗和糖尿病的成因之一。所以要控制血糖，除了管住嘴，减少过多的糖分摄入，更要动起腿来把过剩的糖燃烧掉。但问题来了，怎样的运动方式才能真正烧糖？难道每天漫无目的地乱走就行了吗？让我们先看一个真实案例。一位75岁的阿嬷，名字就叫阿娇奶奶吧。
这位阿娇奶奶被诊断出糖尿病前期，医生叮嘱她多运动，于是她每天晚饭后都出去散步，一走就是好几千步。起初几周，她的血糖似乎有些许下降，这让她很高兴。然而一段时间后，血糖的改善幅度停滞了，甚至有时明明走了更多的步数，血糖却没继续下降。阿嬷开始纳闷，我天天这么认真走路，为什么血糖还是高高的？医生仔细询问后发现，他每次都用差不多的速度走一样的路线和步数，身体早就习惯了这种运动量，已经不觉得累了。对他而言，这种散步强度变成了一种舒适区，对心肺和肌肉都没有新的刺激，结果就是运动效果遇到了瓶颈，我们称之为运动平台期。更糟糕的是，阿嬷因为走路渐渐不吃力了，回家后胃口反而大开，觉得我今天运动多，可以多吃一点奖励自己。这一来二去，摄入的热量又抵消了运动消耗，甚至吃的比消耗还多，血糖哪里降得下来？这就是许多人遇到的困境，努力运动却没有控制饮食，或者运动强度不足，导致血糖控制不理想。可见，运动不但要做，还要做对方式，拿捏好强度，否则很可能就是无效运动。那么走路为什么有时降不了血糖，甚至血糖反而升高，又是怎么回事呢？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运动时机和强度。许多人喜欢在早上空腹时或睡前集中把步数走完，但对于控制血糖而言，餐后时段才是关键战场。试想一下，当你吃完饭，胃肠正忙着把食物转化为葡萄糖送入血液，这时血糖正准备飙升。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就坐着滑手机或瘫在沙发上，血糖浓度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冲上高峰，对血管和器官造成冲击。但是如果能在血糖上升的关键时刻动一动，就能截胡一部分正在上升的血糖，把它们及时消耗掉，不仅减轻胰脏负担，还能防止血糖冲得太高。反之，如果我们等到好几个小时后才去运动，那时饭后血糖早已过了高峰，多余的葡萄糖该转成脂肪的都存起来了，运动再卖力也无法时光倒流，把先前的高血糖伤害完全抹去。所以错过了时机的运动，在控糖上就事倍功半。有句话说得好，抓准运动时机比拉长时间更重要。换言之，运动要做对时间点，才是真正有效降血糖的关键。另一个常被忽略的因素是运动强度与荷尔蒙反应。一般来说，中等强度的运动可以帮助降低血糖，因为肌肉会利用更多葡萄糖作为能量。然而，假如运动强度过高，超出身体适应范围，身体会释放压力荷尔蒙，如肾上腺素、皮质醇，这些荷尔蒙反而会让肝脏释出更多的葡萄糖进入血液。特别是对于糖尿病患者，如果血糖已经很高时做激烈运动，短期内血糖可能不降反升。这听起来很矛盾，但其实是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剧烈运动在身体看来犹如紧急状态，需要快速能量，因此动员肝糖原转成血糖供应肌肉。如果胰岛素作用不佳，这些额外释放的糖分又堆在血液里，血糖毒素当然上去了。怎么避免这种好心办坏事呢？诀窍就是循序渐进，量力而为。对大多数人而言，降血糖并不需要拼命跑马拉松或举重训练到力竭。我们追求的是每天规律的中等强度活动，而非一次透支式的狂奔。像阿嬷那样年纪的人，刚开始时甚至散步10分钟都比不上在客厅原地踏步，2分钟来得安全有效。稍后我们会谈到为什么。总之，把运动强度控制在有点喘但还能完整说一句话的程度，大约算中等强度，也就是自觉用力大概3到5分的感觉。这种程度下进行比较，不会引发强烈的压力，荷尔蒙反应又足以让肌肉开始多吸收血糖。记住，我们要的是聪明动，而不是盲目逞强。明白了运动要趁早、餐后且适度、中等强度，我们接下来就聚焦一个最重要的控糖秘诀：餐后黄金10分钟。其实不需要10分钟，科学研究甚至发现，餐后短短2-3分钟的活动就能有效降低血糖，这是不是很令人震撼？最新发表在《运动科学与健身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做了一个巧妙的实验，让受试者吃下一份标准餐，
包含麦片、牛奶、面包和香蕉，听起来就像丰富的早餐。紧接着，在他们饭后立刻安排一件事情，爬楼梯。是的，不用任何高科技设备，就只是普通的上下楼梯运动，然后观察他们血糖和胰岛素的变化。结果大大出乎意料，只爬楼梯1分钟，受试者的血糖平均下降约14毫克， DL 胰岛素浓度也同步下降。1分钟能做什么？也许你刚刚眨了几下眼，血糖就降了将近14个单位。如果把运动时间延长到3分钟，效果更明显，血糖平均降幅扩大到 18.4， 胰岛素浓度降低约 2.8。 换句话说，餐后短短3分钟活动，就减少了接近1/20的血糖浓度，还让胰脏省力不少。这背后的机制其实很简单，当肌肉收缩时，会启动一条独立于胰岛素的葡萄糖代谢途径，等于打开另一扇大门，把血糖送进肌肉细胞中利用。这就像我们平常需要用钥匙，胰岛素开门让糖进细胞，但肌肉运动时，细胞会另辟蹊径，自动张开大门迎接葡萄糖。肌肉自己变成一把不需要钥匙的糖分吸收泵，源源不绝地把血液中的糖吸走部分来当燃料。因此，即使运动时间不长，也能对血糖产生显著影响。更妙的是，这种方法对谁都适用，因为它所需要的运动量非常小，门槛极低。研究作者把这种短时低门槛的活动形式戏称为运动零食，意思是就像吃零食一样，把运动拆成小分量，随时享用，不必一次吃大餐。如果您平时没空大运动一场，那就每餐后给自己来份运动小零食吧。长期坚持下来，健康收益丝毫不亚于每天一次性运动半小时。这也是现代运动医学的一个新趋势。碎片化运动同样可以带来整体的代谢改善。刚才提到爬楼梯1到3分钟的实验，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如果把运动延长到10分钟，降血糖的幅度反而没有比3分钟组更高。也就是说，饭后动个几分钟就能抓住降血糖的高效时机。运动不在长，在于巧。当然，我们并不是说饭后运动超过3分钟就没用，而是说在血糖刚开始上升的关键时刻给予适度刺激，已经能收获最大效益，没必要硬撑着运动到气喘吁吁。这对很多懒得动的人来说，是不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降血糖其实可以很轻松，只要吃完饭不要急着当沙发马铃薯，哪怕站起来活动个120秒，都比你余下的半小时一直坐着强得多。有研究对比了饭后走路和纯粹站立，发现走路2到5分钟的降糖效果远高于原地站20到30分钟。所以饭后站一站，活到99还不够，应该升级为饭后走一走，人生没烦恼。如果能在饭后1小时左右安排一次稍长一点，比如15分钟的步行，那效果更是最佳，可以让全天的血糖曲线都更加平稳。不过话说回来，对大多数忙碌的现代人，饭后立即出去快走15分钟可能不太现实。有时我们在办公室用完午餐，哪来的空档出去溜达呢？这时候运动零食的概念就派上用场了。既然走不了15分钟长距离，那就索性在工位旁走2分钟，或者就地活动2分钟。短短几分钟，只要及时执行，就胜过整个下午什么都不做。记住，完美的方案固然好，但最好的方案是你做得到的方案。与其理想化的计划每天饭后常走半小时，却因现实忙碌常常放弃，不如确确实实的做到每顿饭后都动2到5分钟。别小看这饭后的2分钟，它真的可能是逆转健康的开端。说到这里，各位可能想问，饭后2-3分钟要我做什么运动呢？总不能每餐后都跑去找楼梯爬吧？别担心，其实不需要楼梯，甚至不需要离开你的座位，我们也能启动身体的吸糖开关。以下就为大家介绍几个简单有效的餐后微运动妙招。这些动作灵感来自日本所谓 Nagara 运动。 Nagara 微运动的概念，也就是一边做别的事一边顺便运动的意思。饭后我们常常还有其他事要做，比如收拾餐具、看文件或者跟同事聊几句，那就试试把以下这些小动作融入你的饭后 routine 吧。每个动作做个30秒到1分钟，几个动作加起来刚好2到3分钟，简单易行又不打扰旁人，却能帮助你精准的在饭后消耗血糖。准备好了吗？
我们来学几招餐后开启吸糖开关的秘技。第一招，踮脚尖运动。这个动作非常简单，站着也行，坐着也行。坐着的话，可以双脚轮流坐。如果你是在办公室的座位上吃完午餐，餐盘一放下就可以开始做了。双脚与肩同宽站立，或者扶着桌沿以测安全，然后脚跟慢慢提起，踮起脚尖，撑住1秒，再放下脚跟复原，如此反复连续踮脚。别小看这个像颠舞步式的小动作，它可是启动小腿肌肉的法宝。小腿肌肉有个响亮的外号，叫做人体第2颗心脏。因为小腿的收缩能帮助血液循环，把静脉血往心脏挤。但是现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人体吸糖的小马达，每次踮脚尖，小腿肚子绷紧，就像马达启动一样，把血液中的葡萄糖嘟嘟嘟的吸进肌肉细胞。踮脚尖运动非常温和，不会让你气喘吁吁，但做个30下，1分钟后，你会感到小腿有点酸胀发热，这就对了，表示肌肉开始认真工作了。每餐后抽出1分钟踮踮脚尖，长期下来小腿力量会变好，走路也更有力。同时它能改善末梢血液循环，对中老年人容易冰冷的手脚也有帮助。最妙的是踮脚尖不受场地限制，在家可以一边洗碗一边踮，在办公室茶水间也能踮，甚至你在餐厅用餐，坐着也能偷偷踮脚，不引人注目，却实实在在的帮你消耗了一部分餐后血糖。第2招，坐姿抬腿。如果你饭后实在走不开身，比如忙着看文件或者开会，那就利用坐着的时候抬抬腿。坐姿抬腿分几种做法，一种是坐在椅子上，双脚并拢，膝盖弯曲90度，然后把其中一条腿往前伸直，抬平，停1秒，再放下，换另一侧。左右腿交替抬起，仿佛在椅子上原地踩脚踏车。另一种进阶做法是双腿同时抬起离地，把脚跟一起伸直抬离地面，双脚平行悬空几秒钟，再慢慢放下。这对下腹肌也会有点刺激哦。坐姿抬腿主要训练我们的大腿前侧肌肉，股四头肌。股四头肌可是人体的大肌群之一，体积大，力量强，是消耗葡萄糖的一把好手。你可能会发现做这个动作时大腿有点酸，而且下腹部也隐隐用力不错，这表示除了腿，连腹部核心肌群都参与进来了。对于长期久坐的人来说，坐姿抬腿还能帮助激活因久坐而变紧张的臀部和大腿筋骨，改善腰酸腿麻。想象一下，开着会，别人还以为你在专心听呢，其实桌下你已经默默抬了20下腿，把刚才午餐的面包消耗了一部分。这种偷偷运动的成就感是不是很有趣？当然，办公场合做时动作幅度可以不那么夸张，但只要你感觉到大腿肌肉在用力，就证明这顿饭你已经开始燃烧它的热量了。第3招，肩胛骨夹紧。这招特别适合上班族和低头族，长时间坐着打电脑、看手机，我们的肩膀常常拱着，背变圆了，久而久之，不仅体态欠佳，连呼吸都不够顺畅。饭后做做肩胛骨夹脊，不仅能助你消耗一些热量，还能改善不良姿势，真是一举两得。动作很简单，保持坐姿或站姿都行。想象自己的左右肩胛骨中间夹着一支笔，对，就是后背中央的那块区域，然后用力把两侧肩胛骨往中间挤压，仿佛要用肩胛骨夹紧那支假想的笔。胸口自然打开，肩膀不要耸起，而是下沉，同时下巴微收，眼睛平视前方，夹紧1、2秒后放松，过一会儿再夹紧，连续做10下左右，你会感觉上背部两侧有点酸酸的，那是肩胛稳定肌群在发力，包括菱形肌、中下斜方肌等。别管肌肉名字那么学术，重点是这些平时不太用到的背部肌肉，一参战也能帮忙烧糖。而且由于你挺胸收下巴地做这个动作，等于强迫自己摆出一个良好的姿势，时间长了有助于消除驼背和圆肩问题。很多人饭后容易犯困，哈欠连连，与其昏沉沉的滑手机，不如来几组肩胛骨夹脊，既提神又活动了筋骨。上半身的运动虽然对降血糖的直接效果不如腿部大肌肉来得明显，但胜在方便且有助于全身血液循环。更妙的是，它让你全身的肌肉协调觉醒，等于告诉身体
我们没在偷懒哦，开始工作啦，能够提升基础代谢率，这动作随时可做，办公室午休坐在椅子上就能完成，而且不会弄得满头大汗，非常优雅低调。对了，如果你手头正拿着2瓶没开封的宝特瓶或罐装饮料，也可以各握1瓶在手，左右臂弯曲90度抬起，再向后夹肩胛骨，手中略微的重量能增加一点阻力，效果更佳。第4招，渐进式深蹲。终于来到我们的终极王牌动作深蹲。很多健身达人都说，深蹲是徒手运动之王。的确，深蹲几乎调动全身大肌群，特别是腿部和臀部的肌肉，是极佳的燃脂降糖动作。对于餐后想快速启动吸糖开关的人来说，蹲几下比你在客厅走10圈效果还好。当然，我们这里说的不是让你一口气深蹲50下把自己累垮，而是教大家渐进式安全地深蹲。首先，如果你平衡感不太好或者膝盖有点退化，我们推荐安全版的椅姿深蹲。准备一张结实的椅子，站在椅子前面，双脚与肩同宽，然后想象自己要坐下去，但又在快碰到椅面时停住，再站起来。实际做法就是臀部向后向下坐，身体重心往后移，直到臀部刚刚轻触椅子，不要真的坐下去哦，马上用腿力站起来回到站姿，如此反复。这种椅子深蹲有几个好处，一来椅子提供了心理安全感，让你不怕真的跌坐在地上；二来高度有限制，不会蹲得过深伤到膝盖；三来可以帮助你养成正确的深蹲姿势，因为你要对准椅子坐，通常姿势就比较对，不会膝盖乱跑。坐椅子深蹲时，记住膝盖弯曲时不要超过脚尖太多，上半身微微前倾，但背要挺直。刚开始可以先做5下，感觉一下膝盖和大腿的状态，如果没有不适，再慢慢增加到10下、15下，每餐后蹲个几下，你会明显感到心跳有点加速，微微喘，这正是中等强度运动的感觉，说明你开始大量燃烧热量了。对于年轻体壮、没有膝盖问题的朋友，还可以挑战强效版的7秒慢深蹲。所谓7秒深蹲，就是控制节奏，让每次下蹲和起立合计耗时约7秒，在下蹲过程中3对4秒慢慢下降到底，再3、4秒起身回到站姿，整个过程均匀用力，不要借助惯性冲刺。慢深蹲能增加肌肉在整个动作范围内受力的时间，刺激更深层的肌纤维，同时因为动作慢，可以更专注在正确的姿势上，减少膝盖受伤风险。做7秒深蹲时，你会感觉腿部肌肉一直紧绷发力，那股烧灼感就是肌肉在跟你说，糖给我，我要燃烧。是的，深蹲时全身大大小小的肌群同步动员，能快速消耗血液中的养分，补充肌肉所需。可以说，深蹲是最强力的吸糖开关之一。当然，强效版比较吃力，新手不要逞强，量力而为。无论你选择椅子深蹲还是慢深蹲，都请确保动作标准，安全第一。哪怕每餐后只做5下深蹲，你的腿部肌群也会一天比一天强壮，而你的吃糖能力也将与日俱增。好了，透过以上4招餐后微运动，相信大家已经掌握怎样在吃完饭的几分钟内巧妙地开关身体的吸糖模式。别小看这几个小动作，它们合起来几乎调动了全身上下主要的肌肉群，从小腿、大腿、臀部到肩背都参与了工作。这其实也是一种简易的全身巡回训练，长期坚持下来，不仅饭后血糖冲高的情况会改善，你还会慢慢发现自己肌肉力量提高了，姿势变好了，甚至体脂率也下降了。这就对上了我们控制糖尿病的2大法宝：吃得巧，动得好，重的动得好。透过有效运动，你的内脏脂肪会减少，胰岛素敏感度会提升，整个代谢机能都有所改善。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阿娇奶奶吗？当她照着新的运动处方行动后，每天饭后不再只是散慢走路，而是开始加一点强度，做些肌力训练。像我们上述那些简单动作，其实就是初阶的肌力训练。几个月下来，她腰围明显缩小了，体重降了几公斤。更重要的是，饭后血糖从原本常常冲到180、200，慢慢降到饭后血糖值只有140出头。他定期回诊时，医生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同一个人。
糖化血色素从边缘值降回接近正常，肾功能指数也稳定下来。要知道，高血糖对肾脏的伤害是糖尿病最可怕的并发症之一。可阿莫透过养肌肉、稳血糖，等于是护住了自己的肾。医生高兴地帮他逐渐减少药物，阿莫更开心。逢人便说：“原来最好的药就在我们自己腿上啊！”是的，最好的药就在你自己腿上。这绝不是一句夸张的口号，而是无数案例证明了的真理。当阿莫过年团聚时，儿孙们都发现他气色好多了，走路步伐轻快许多，甚至能主动上楼梯不喊累。他笑着说：“我现在吃完饭都要活动一下，你们别笑我爱动。其实我是忙着把刚吃的糖分存进肌肉的仓库呢。”听得家人们竖起大拇指。这位75岁的长辈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不论几岁，运动永远不嫌晚。养肌肉就是养健康，肌肉多一分，糖尿病就退一步；肌肉强一分，老化速度就缓一步。这不是迷信偏方，而是实实在在的科学道理。聊到这里，我们不妨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也给大家打打气。每天走万步固然是很好的习惯，但别忘了，运动不仅看步数，更要讲方法。如果你只是机械地凑步数，走得慢，时机又不对，那很可能就是无效运动，徒劳无功，还浪费时间。相反地，如果你能掌握餐后这宝贵的黄金窗口，用对运动妙招，就算每次只花上2到5分钟，也能换来血糖水平的大幅改善。简单几下踮脚、抬腿、伸展、深蹲，看似微不足道，却能精准启动身体的吸糖机制，把危险的血糖峰值压下来。长远而言，这将大大降低罹患第2型糖尿病及其可怕并发症的风险。想象你的身体像一部复杂的机器，而你手中其实握有一个重要开关。今天我们告诉你的，就是如何去搬动这个开关。每餐后的2分钟，就是你搬动开关的最佳时刻。在结尾，我想引用宽宽医师的一句真心话，作为送给大家的座右铭：最好的药就在你自己的腿上。药在腿上，意味着运动就是良药。每天我们花点时间活动四肢，其实就是在给自己服药疗治。这服药没有副作用，不花1分钱，但却需要毅力和恒心。刚开始实行餐后运动时，你可能觉得麻烦，或者偶尔也会偷懒忘记。但请记住阿莫的故事，还有科学研究给予的信心，只要坚持，身体一定会回报你。从现在开始，就让我们一起养成这个好习惯。每次吃完饭，站起来动一动，迈出健康的第一小步，累积起来就是远离糖尿病的一大步。当你持之以恒，你将亲眼见证自己的血糖曲线趋于平稳，精力变得更加充沛。到那时，你就会庆幸当初做出了这个改变。毕竟，我们终于揭开了每天走万步却血糖升高的谜团，找到了无效运动的症结，也掌握了启动身体吸糖开关的秘诀。现在，轮到你去实践，去改写自己的健康剧本。请相信，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中，更掌握在自己脚下。每天餐后的那几分钟，就是你逆转命运的黄金时刻。动起来吧，让我们用脚步踩出稳稳的血糖，用汗水灌溉长长的寿命。从此刻开始，做自己最好的医生，走出无效运动的误区，迎接一个血糖稳定、活力充沛的新人生。加油！